我需要用中文来演讲，麻烦各位戴上耳机。尊敬的杰德安财政大臣阁下，尊敬的格瓦总裁女士，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在美丽的埃尔奥拉与大家共同出席新兴市场经济体埃尔奥拉会议。感谢沙特阿拉伯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和各位同仁一道，共同探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兴经济体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中步化道路。过去80年，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世界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堪称黄金时代的经济繁荣期。当前，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风险突出，逆全球化潮流寒流涌动，世界再次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3大挑战：一是增长动能不足。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3.3%，低于疫情前3.7%的年均增速。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阻碍了自由贸易的进程，加速全球经济碎片化，破坏全球资源配置，全球技术扩散和人才流动壁垒加大，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相对落后，追赶发达国家经济体的速度放缓。受全球流动性收紧、利率攀升等因素的影响，低收入国家债务形势进一步恶化，消费和投资增长受限。二是发展鸿沟扩大，南北差距更加突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严重滞后。据世界银行统计，2025年底发展中经济体人均 GDP 约为6500美元，仅为发达经济体的12%。低收入国家人均 GDP 甚至不足700美元，官方发展援助规模大幅缩减，2024年、2025年均下降约9%。低收入国家面临收入下降、就业减少和减贫资源不足等问题。三是治理赤字飙升，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多年未有的挑战，主要多边经济合作平台协调效能弱化，全球治理改革遭遇重重阻力，治理体系失衡失效问题持续加剧，全球南方国家占世界 GDP 的比重增至40%，对于世界增长贡献达到75%，但其在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突出。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应对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
也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中擘画道路提供了新的选择。基于此，我愿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创新打造新一轮增长动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完善激励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创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同时，加强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技术成果分享与转化，推动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的机遇，确保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命能惠及更多的国家，而非加剧数字鸿沟。第二，以合作推动全球南方共同发展，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架构的突出位置，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的需求，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推动多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深化全球减贫脱贫合作，广泛动员全球发展资源，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第三，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经济治理体系，坚持对话而非对抗，拆墙而非筑墙，融合而非脱钩，包容而非排他，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践行多边主义，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改革并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努力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不仅是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发起者，更是上述倡议的践行者。多年来，中国坚持创新驱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共襄合作，不断用自身发展为全球提供新的机遇。在创新驱动方面，中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紧培育壮大新的动能，不仅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加速场景运用，大力发展基于大数据的模型，也在积极推动低成本、高性能模型的广泛运用。中国的深度求索坚持开源开放的发展路径，以普惠性、可潜入性和模块化为特征，加速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将使更多发展中国家有望享受人工智能平民化带来的机遇。在共谋发展方面，中国携手全球南方联手自强，重点推进脱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产品给予零关税的待遇，积极增加发展融资，已成为世界银行集团、国际开发协会第1大发展中捐款国。我们持续关注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的问题。自2020年沙特担任20国集团主席国期间，核准20国集团还债倡议和共同框架以来，各方还债金额约129亿美元，其中中方
贡献最大，占比达43%。中方还虔诚、建设性参与共同框架4个国家债务处理过案。作为这4个国家的债委会的联合主席，对推动有关国家债务处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推动治理方面，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支持世贸组织改革，推进世界银行股权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进一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倡议发起并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开发机构做大做强。在去年上合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期间，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稳定的增长引擎。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国经济始终持续稳健增长，为世界经济提供确定性，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中国是全球第2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我们有超过7万亿美元的消费，超过7万亿美元的投资，有近3万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多方面的增长潜力巨大。去年10月份，中国通过了第15个5年规划建议。未来5年，中国将更加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之举，特别是国内消费和私人投资方面，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最稀缺的确定性，为各国提供更多的中国机遇。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阿拉伯谚语说：“独行快，众行远。”这与古丝绸之路和合共生、互利互惠的精神不谋而合。埃尔奥拉承载着连接古今、沟通东西的文明记忆，也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共谋发展之道的新起点。让我们从埃尔奥拉出发，沿着古老而长新的丝绸之路，在百年变局中携手迈向更加繁荣、公正、包容的世界。中国的农历新年马年即将到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象征着进取与活力。马年被视为充满希望和机遇的一年。我们愿与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一道，携手迈向合作新的征程，实现共赢新发展。谢谢大家。